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影像处理是怎么做的。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所需要的素材就是手部、灯泡，还有水波纹，然后还有这个有气泡的素材，还有金鱼。好，那这些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所需要先做就是说，先想一下说你的手要怎么去抓握。好，那我想到是说，我先找一个商品跟它很像，好，就是我看那个笔座，好，那我就用手先抓握，代表是我抓的这个灯泡的底。好，那注意看这个有一个反光，哦，这有手指的反光。那这个反光的概念就是从我这边抓握的概念，你看这有一个反射，好，所以这个反射的手指的部分，好，最终在做影像处理的时候，也会把它带进来，包含到灯泡的铜座这里的部分，好，然后在灯泡中间要把它去背，这个要处理掉，好，然后这边也要中间是用内容感知，然后外圈要做去背，好，再来水波纹要调整，那中间有些气泡不需要的话，就是把它用套索工具圈起来之后，再去做填满内容感知，正常不透明度100，按下确定，你就可以把中间这地方快速的把它铺好。好，这是水波纹部分。好，再来金鱼帮它去背，好，我帮它去背。好，那这一次是金鱼帮它去背。好，以上的素材都准备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一个制作的过程。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灯泡去背这里。那一开始灯泡是像这样。好，那像这样的灯泡呢，我们要怎么帮它调整？就是说，使用套索工具，把中间这里，好，用套索工具把它做圈选，好，把它做圈选。好，圈选完之后呢，诶，跟刚才一样，填满内容感知，确定。好，当你在做确定的时候，就是最好是先拷贝一个啦，就是先按下拷贝的图层 Ctrl 加 J 拷贝个起来。那我们再经过它使用套索，再帮它做填满之后会变这样子。好，填满内容感知之后像这样。好，这样之后呢，帮它做一个取消选取，Ctrl 加 D。好，取消选取之后呢，我们再帮它画，用钢笔工具，也就是说笔形工具，来帮它画路径。画完路径，画完路径之后，我已经画好路径了。这路径大家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我就先学会画路径。画完路径之后呢，我们按下 Ctrl，按着，再用你的左键点一下路径的缩图。产生选取范围的时候呢，按下 Ctrl 加 Z，你就可以拷贝一个起来。帮你的灯泡完成一个去背，把它拷贝起来。好，这部分就是我们在制作一个灯泡。拷贝灯泡起来。好，这拷贝起来之后呢，我们要来帮它填上水的颜色。好，填上水的颜色。好，那我们就找到水这部分。好，水我们按下 Ctrl 加 A 全选，然后按下 Ctrl 加 C。好，到我们的灯泡这边，按一下 Ctrl 加 V， 好，贴上。好，贴上之后，我们现在不知道它到底是放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先帮它调一下不透明度，让我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好，那我们就是使用移动工具。好，按一下。这个里面的任意变形，编辑里面的任意变形，Ctrl 加 T， 好，按一下，按住 Shift 加 Alt 键按着缩小，好，像中心缩放，好，让它水大概淹到这里，好，像这样，好了之后呢，
按下 Enter 确认就好。好，那现在我帮它就是调回不透明度。好，那现在我要如何让我的水波纹符合这个灯泡？刚才我们是不是有帮灯泡做了去背，对不对？这去背，这时候呢，你就直接按下 Ctrl 左键，好，按住 Ctrl 左键点一下灯泡，在它产生选取范围的时候，点到我们的水波纹的图层，这时候马上按下图层面板下方的遮色片，它就会完全整个把遮色片套用上来，符合整个外框的形状。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水波纹这个来帮它做一个染色，对不对？好，做一个染色。那这个要做染色的话呢，我们来帮它做不透明度呢，帮它下降。好，到75看一下，好像这样，好，下降到75。好，看一下这个效果。好，下降到75。好，那下降到75，觉得这个目前觉得还是太高的话，你可以让它水面再下降，那看你的。好，那我们就确定 OK 之后，我们来用个混合模式，我们使用色彩增值。好，它的这个水的颜色会套进去，可是现在要注意到一个重点，这边底座部分不需要。好，还有包含上面没有淹到水的地方也不需要有水波纹的颜色。好，所以呢这部分呢，我们先使用笔刷工具，然后把前景色改为黑色，点着你的遮色片，涂黑的地方将颜色不会出现出来。所以我们点到遮色片，把它涂黑，你就可以看到刚才套用到水波纹颜色的地方，这时候就不见了。好，包含上面这里，然后进行涂抹。这边把它涂掉，涂掉你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效果。好，当然你边缘不要太多的话，你也可以稍微把它涂掉一点点。边缘不要的话，这个是水波纹。好，水波纹一个之后，我们再把另外一个放进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个，找到另外一个有动感的。这个水波或者是这个好，这个拉进来看看。这不是用这个，用置入好了。置入好，进来之后呢，按住 Shift 加 Alt 这样子调整一下大小，然后帮它转一下，让它有动感一点，大概这样子。好了之后打勾确认，打勾确认之后呢，我们帮它来调一下不透明度下降。好，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再来进行位置的调整，在这里。好，新增遮色片。好，新增遮色片。好，那这时候一样，我们需要做的是它的外形的套用，所以跟刚才一样，我们的这个遮色片已经调好这个灯泡外形，我们这时候按住 Alt 键，Alt 键按着，左键拉着你的遮色片往上抽，他问你说是不是取代遮色片 ？Yes， 你就套进去。那你再重新点着你的遮色片，再用笔刷工具，我们去刷一下，去刷一下我要出现的位置，切成白色，点遮色片切白色，上面这边要出来。好，然后调一下我们的左引号缩小，这边填黑色。
再来下面，然后调一下右引号，好，弄掉，好，弄掉之后，调回不透明度100。那这个混合模式呢，一样跟刚才下面一样，用色彩增值。好，那它这个就会融入哦。那因为它我觉得需要一点动感，所以我下面的这一个水平的上面这个纹路我就不需要，我点遮色片，点笔刷，先把它涂掉。好，涂掉。好，然后把它补回来一点点，修掉外面这里。好，那上面的纹路有，那接下来我再把金鱼放进来。好，金鱼 ，Ctrl 加 A 全选 ，Ctrl 加 C 复制。在这里，好，按下 Ctrl 加 V 贴上，好，点选移动工具，好，帮它调一下位置，好，按下 Ctrl 加 T 任意变形 ，Shift 加 Alt 键按着缩放，调一下位置，好，当然我做一下转动角度，想要放在这位置，好，好，打勾确认或按下 Enter， 大字点。好，那我们还有另外一只，好，这一只 Ctrl A，Ctrl 加 C， 好，放过来，记得哦，这个是完成去背的哦，我是拷贝去背那一只哦。好，一样 Ctrl V 进来，好，进来之后呢 ，Ctrl 加 T 任意变形 ，Shift 加 Alt 键按着，用左键拉右上角的猫点缩放。好，打勾圈。好，那我们的金鱼进来之后呢，帮它使用的混合模式呢为覆盖，使用覆盖。好，另外一只也是都用覆盖。好，覆盖之后它就会融入的杯子啦。好，好，然后呢，我们在后面呢再新增遮色片，两个都新增遮色片。那新增遮色片的目的是为了让它这些边缘看起来很尴尬的这些边缘要帮它修掉。好，那我们现在点选遮色片，点选笔刷，前景色改为黑色。好，那我们选择的话是要选择柔边的边缘，用你的边缘去碰它的这一只，这一只哈，开关眼睛就知道哪一只。好，用边缘去碰它的这个漆，让它不要那么硬，好，让它柔一点。好，换另外一只。好，这样稍微碰一下。好，好，那这个好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加强它的高光反射。什么是高光反射？这里反光，哦，这个反光。好，这个反光的话呢，我们点选其中一个灯泡，哦，这个我们做去背灯泡。好，这个呢，我们 Ctrl 加 J， 哦，拷贝一个拉到最上面去，好，拉到最上面这里。好，那这个的话，我后面都关掉哈。这个拉到最上面的时候，我们来帮它做一个黑白，因为我只好留下白色部分，好，用黑白。确定，好，变成黑白。好，然后呢，我们再使用色阶 ，Ctrl 加 L 的色阶。好，用色阶的话，我们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它拉出一个全黑，好，然后跟一个全白高对比的。
这些白是我要的，好，确定。好，确定完之后呢，我们全部打开，好，打开，然后呢，我们来混合模式这边使用一个去黑的设定，好，去黑设定就变亮，按一下变亮。好，那你注意看这一道，关掉，打开，这一道很强。那这样目前已经强到有点假，所以呢，我们在上面新增折射片，按一下预设前景色跟背景色，再点选渐层工具，我要在折射片拉个渐层，让它更自然一点。好，那我们所使用的是线性渐层，正常不透明白。好，按住 Shift 键，点折射片，由上往下刷。好，这样的话呢会比较自然一点。好，我再拉一下，然后就 OK。好，大概是像这样感觉。好，如果觉得太强的话，我可以再降一下不透明度，这时候可以做调整。好，这高光的部分。好，然后再来。这样子做起来的话呢，还少一个部分就是手。可是手要来抓握的话，下面空间还需要再延伸。好，那我现在发现我的背景就是直接顶到底，我没有空间可以放手。那所以我把这个锁头点掉，背景的锁头点掉。好，那我新增一个空白图层。新增空白图层。那现在我是要让这个整个版面往下扩张哦。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把锁头解掉再来扩张，不然会有底。好，影像版面尺寸点进来，点进来之后呢，我们把它的下方要做伸展的话，点一下你上方的箭头，代表你的扩张面积是要往下，这空出还要扩张。好，那高度呢，我直接改成28改40好了，按下确定。好，下面空间出来，那下面空间出来之后呢，这里有一个图层6哦，那我就是要填上颜色补这一块嘛，那我就用滴管工具吸这边的颜色，吸一下，然后在图层6这里呢填上前景色就是 Alt 加 Backspace， 好，填在 Alt 加 Backspace 填上，好，填上之后这边会觉得蛮尴尬的一个线，对不对？好，没关系，我在上面这一层再填折射片，再用笔刷去刷就可以了，把这尴尬位置刷掉。好，这样就会融合。好，融合之后呢，我们再来找到我们的手部抓握这一个。好，手部抓握这个呢，我们要先做去背。好，要用钢笔工具把它做完去背。好，做完去背呢，按下Ctrl 加 A 全选 ，Ctrl 加 C 复制。好，到这边来，Ctrl 加 V。好，进来。好，进来之后呢，手呢太大哦，那手太大，我们都一样。Ctrl 加 T， 好 ，Shift 加 Alt 键按着缩放。调一下大小，好，基本上这样的话，再大一点。好，就像这样，打勾确认。好，这个部分呢，就是手部已经有做一个抓握动作。好，但是你会发现一点，就是我现在手部好像跟这个背景颜色不太搭。好，所以呢，我们在手部的上面呢新增一组。好，点选下面这个黑白的半球，叫做建立新填色或调整图层，点一下。好，然后我帮它新增相片滤镜，点一下。好，那我帮他拉一下这个暖色滤镜85。好，这个手的颜色就可以跟背景比较融入了嘛。好，像这样。好了之后，看一下之前
之后，整个气氛就会带上来。好，带上来之后，我们注意看一下，我们的手部抓握的时候，这边会有反射。好，那我们这个反射要把它画出来，直接在最上面图层呢新增一个空白图层，然后点选笔刷工具。好，笔刷工具选择柔边，好，放大，好，调一下桌引号，调整一下。好，那我们要填的颜色呢，可以吸一下手部，按 Alt 键左键点一下。好，吸一下手部的光泽。好，那我们调一下，画一下。然后这边，然后这边带过来。这边可以大概画一下，好，画一下那光泽跑。我觉得画错的话，你可以使用橡皮擦，好，可以使用橡皮擦工具，好，可以用橡皮擦工具帮你就是画错了，我觉得画不行的话，你还有这个补救机会，就是这样画过来，就可以把它擦掉了。好，那如果再按回来就按 B， 就回到笔刷，好，那你就可以重新的再帮它涂上去。好，笔刷。好，当你这边都处理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就可以来帮它做一下混合模式为颜色，它就会套进来，它就会套进来。好，那套进来的时候就是看一下，它就会套进来。那套进来之后，注意一下，如果觉得太强的话，可以调一下不透明度，下降，下降一下。好，那注意一下，有一个问题点，这段手指没有弄到。好，那我们就在手指上面这里新增一个空白图层。好，然后点选笔刷，选择柔边 ，Alt 键按着吸一下手部的颜色。好，那我们就自动可以想象后面有手指嘛，帮它铺这颜色上去。好，那在铺的时候小心一点。好，小心一点就是它拉到手指后面，然后再画。先把相片滤镜关掉。好，这样就假装有一个手指在后面。好，当然相对这边也要稍微画一下。好，那这样就后面有手指的感觉。好，补一下手指，让它往那边走。好，然后这边的话，再把相片滤镜打开。好，基本上这样的概念呢就已经完成了。完成了我们一些光泽的一些效果。好，那再来就是说，有时候觉得说这个后面呢会不会觉得太淡了之类？那你可能就在这一个杯子的上面新增个空白图层，然后点选笔刷，看要不要在后面铺一些色泽上去，就是看你们另外要再做设定。就像是我这一张有补了蓝色这一层在后面，所以感觉这整个会提亮会聚焦到上面来。这是我这一张做法。那如果你不要的话，让它自然符合实际的感觉的话，就用这样的效果，那基本上就 OK 了。好，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运用素材组合，然后做出一张有一个表现出手握着里面是金鱼的，然后有反光的效果。好，以上可以大家练习看看。